在座的各位有移动办公需求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，还没有的扣波2，我自己先扣一下1啊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频道里边的片子这数量大家也都看到了啊，这个出差也不少啊，经常是高铁改稿、机场剪片，甚至有的时候找一个能坐的地方啊就开始了。这笔记本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啊。如果是连续长差呢，自己就还想再带一个平板，这路上能够看看视频啊，稍微娱乐一下，写写画画。这2个都在背包里边啊，就真的太重了。这种场景下呢，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2合1的产品。从功能上来说啊，这类产品不仅需要满足笔记本的生产力需求，也要满足平板的轻娱乐需求，配合手写笔呢，还能偶尔进行一下绘画创作。华为对于2合1的产品呢，之前我们体验过，它的思考呢不仅限于此。好的，我是王舅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华为的最新2合1笔记本 MateBook E。首先，生态2合1，相比 Surface， 华为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生态啊。我想这也是大部分人选择华为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。问题来了，这台 MateBook E 上搭载的是 Windows 系统啊，也能融入鸿蒙生态吗？答案是可以的啊。依靠的就是华为的移动应用引擎，它内置了华为应用市场啊，适配了非常多手机应用。但其实这里应该叫 Pad 应用更合适啊，因为这些应用都是 Pad 版本的。打开应用就是通过华为移动应用引擎，我们日常用到的，比如抖音、微博、支付宝，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，比如一个木函，可以说绝大多数日常 App 都能下载。下载之后呢，可以在图标上看到有一个小手机的标志啊，得以区分。基于 HarmonyOS 3内核啊，很多应用的兼容性都得到了优化，运行更加流畅稳定了。因为很多手机 App 都是没有电脑版本的啊，就比如说闲鱼、美团，还有一些手机游戏，这个就是双生态的意义所在了。平板生态融入2合1笔记本，加强了2合1置于平板上的体验，让大家有了更多的软件选择。解决了软件问题呢，介入鸿蒙生态就简单了啊，使用手机触碰一下键盘的 NFC 区域啊，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多屏协同，照片、文件像这样都可以直接拖拽到桌面或者说文档里面。手机上拍摄的照片或者搜集的资料可以拖动到中转站，这个功能之前我们特别讲过，非常实用。最后一起流转到电脑里面，减少了很多窗口的来回切换，省去了大量 Ctrl+C、Ctrl+V 的操作。还有多设备通信共享，你可以直接把手机的应用分享给电脑使用，让电脑上网更加简单。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种鸿蒙无处不在的感觉？现在连 Windows 都打通了，离万物互联更近了一步。然后就是形态2合1，这个很好理解，连上键盘套就是笔记本，拆开就是平板。它的本体呢就是一个平板的样式，和华为的另一套产品线的 MatePad Pro 啊是非常像的，只不过因为增加了散热结构，相对于 Pad 会稍厚一些。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笔记本啊，这厚度呢只有 7.99 毫米，机身重量也只有700来克。接口上呢，从上一代的1个啊进步到了左右各1个，右边的这个是雷电4，可以外接拓展物，还有一个 3.5 毫米的耳机孔。它的上边以及左右2边的散热孔非常密集，下边则是3个金属触点，可以磁吸外置的键盘套，装上键盘套才是它的完全体啊。键盘套这次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，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绿色啊，它不是头顶青青草原的那种绿，而是相对很深邃的这种绿。这次的键盘套有点不一样啊，以前是上半部分向下翻折，有人感觉这样太费劲了，而现在呢是下半部分向上翻折，一样能够达到固定的效果。键盘的手感中规中矩，只能说是一个简单的薄膜键盘吧。触控板还行，支持很多手势，比如双指上下滑动、捏合缩放，3指上滑呼出多任务，下滑显示桌面，来回滑动可以切换应用，还是挺方便的。键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在 F6 和 F7 之间有一个语音按键，你可以在码字的过程中直接选择语音输入，或者也可以实时翻译视频里面的对话，形成 AI 字幕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弹幕想问哪国语言是否支持。最后是交互2合1，最离不开的就是它的屏幕了。屏幕素质有一点值得说啊，12.6英寸的 OLED 屏幕啊，刷新率从上一代的60赫兹升级到了120赫兹。手写笔也同步支持华为的2代 M Pencil， 一个纯白的配色，手感非常贴近于普通的圆珠笔，可以直接吸附在边框上进行配对和充电。打开文档，手写笔一接触到屏幕就会直接进入手写批注模式，应该是对 Office 专门进行了优化， WPS 是不行的。手指敲击2下手写笔可以呼出一键摘录和全局批注的功能，你可以通过手写笔划选屏幕区域，并对选择好的区域进行写画批注，形成一张具有批注的图片。也可以对任意屏幕界面的内容进行写画批注，并以图片或者 PDF 的形式进行保存。还有一些软件就非常适合手写笔使用了，就比如 Nibo 啊，可以将笔记转化成文本，还有一些笔试操作非常方便。比如我现在随便写几个字啊，写错了可以做涂抹的笔试啊，就直接删掉了，往下划一笔啊，直接换行，很适合喜欢手写的小伙伴。手势操作电脑应用也做了相应适配，比如说在文档里面，你可以像操作平板那样放大、缩小、翻页；在微博里面单指滑动浏览信息流，操作逻辑和手机、平板一毛一样啊，这不就是 MatePad 吗？
本来作为一台笔记本，我们应该说说它性能方面的东西啊，比如12代英特尔酷睿 i7 之类的。一开始觉得这么轻薄的机身形态不咋地，以为性能提升不会很大，没想到游戏环节还有点意思啊。我们实测英雄联盟最高分辨率中画之下还能有个70-80的 FPS， 打团体验还是稍弱的。出差过程中玩一玩云顶之弈啊是没啥问题的。所以在笔记本这块，你得把它当成一个轻薄本来看，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便携办公，来模拟一个工作室编辑的日常使用场景。打开浏览器，多开一些网页查个资料，再开个 Word 写策划。为了保持码字的轻松啊，再开个网易云啊，有点无聊再开个 B 站找点乐子摸摸鱼吧，小窗播放，回朋友的消息啊，微信肯定也挂着，回工作的消息，飞书也得挂着。这么多后台同时运行，体验下来是没什么压力的。这种场景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。对于有设计需求的小伙伴，我们专门试了一下 PS 啊，同时处理10几个图层问题不大，甚至不需要关闭其他软件的后台。不过在视频剪辑方面，就只能用剪映简单处理一下视频工作了。其实大家提到2合1啊，绕不开的就是 Surface 啊，从第1代 Surface 开始，已经走过10年岁月了，发布到了第9代产品。这段延续其实向人们证明了 PC 平板2合1这个概念啊是可行的。当然它的售价以及生态啊，你懂的，国内确实并不怎么吃香。之前我们频道也体验过 MateBook E Go 啊，到了4到6K 这个主流价格。这款全新的 MateBook E 呢，进一步弥补了2合1产品的生态。有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啊，在国内这个品类赛道啊，销量第1的是华为。MateBook E 相对于其他产品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鸿蒙生态融合的完美体验啊。不过它本身呢，确实是一款指向性很强的产品，用户群体可能是非常窄的，但只要符合条件啊，都是强需求。如果你经常移动办公，并且需要在 Windows 上才能运行一些自己的软件，它大概率就是你的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买之前啊，但凡有一丝丝犹豫，那我建议你还是再多犹豫犹豫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，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